我有个大学同学是做文革研究的，他做了几十年，到现在一个字没拿出来，但他很谨慎了，拿到国外出他都不敢。包括大生，我们现在都有观众找过来，就是说愿意跟我讲他们家族的故事。然后沟通的过程，他们就会问我，薇薇你还回中国吗？我说你为什么要这么问呢？刚开始就在我所在的这个旧金山湾区，我所知道的只有一家，就是中文的读书会。那现在已经可能我能数上名字都已经可能有10家了。大家好，欢迎回来大生。我们今天的大生访谈呢，请到的是独立出版人刘燕老师。他在美国做了一家出版，而刘燕老师在来美国之前，在中国已经是非常资深的出版人。一家出版现在致力于做人文史、历史、人文、社科各方面的独立的华文出版。最近呢，一家出版出了一本《民主启蒙对话录》，其实是关于民主和自由领域最重要的先生李慎之和许良英两个人在晚年的书信集。这样一本书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出版，它意味着什么？刘燕为什么要在当下出这样一本关于历史的书信集？还有他作为一个独立的华文出版人，到底在思考哪些问题？对当下的华文海外社区的创建，他有哪些想法？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刘燕老师专门做一个访谈，来聊一下这些问题。刘老师，谢谢您参加我们今天的这个访谈。谢谢你，谢谢吴，也谢谢大生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跟大家有一个面对面交流的这么一个好机会。从许成刚老师那边，我也听到了很多，就是他关于许成刚和许良英父子之间关于他们讨论的这些问题的一些相关的话题，但是一般的读者可能不一定知道这两个名字。可是您书里刚才谈到的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当下只要大家还有一些公共意识，还对民主自由有兴趣的人都想得到回答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最基本的就是我们中国人到底我们讨论的民主和自由是什么？还有您在书里提到了他们谈到的新左派，其实过去这10几年，中国一直有一个推崇中国的这种传统和儒学，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在美国大家保守主义很批判左派，但其实美国所说的左派就是我们在中国都知道的自由主义。这个自由主义的讨论其实过去20年是基本上奠定了中国公共社会讨论的一个基调的，就大家都在讨论中国的自由往哪里去，民主化的路径是怎样的。这个过程中间，其实像李慎之和许良英这样的真正的智者，他们其实离开我们了。可是我们今天可能拿出来这些书再去看的话，反而能回答一些问题，就会让我们今天的这个困惑稍微往后拉一拉啊，我们曾经讨论过什么？是不是这也是您做这个书的一个我这揣测哈，也是一个动机吧？还是您就是觉得当时的讨论它从学术意义上也很重要呢？对，这个从学术意义上来讲，它也非常重要。我为什么想出这个通信集呢？我就是觉得它在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尤其是今天吧，这个民主在全世界都进入一种消退的状态，然后美国，尤其是美国这个一向是以自由的灯塔出现的这么一个国家，现在是面临走向威权社会，走向独裁的这么一种危险。在这种时候特别的有必要去就是很多人就是在现在就是陷入一种迷惘之中。就前些天还有一位作者在跟我说，现在都不知道到底民主到底是什么，民主的前途是什么，还有意义吗？这个制度，因为你这么容易就这么容易这么脆弱，就好像就被摧毁，是不是还有意义去追求这么一个制度？
就是面临的这些困惑，你尤其是有必要从前人的这个论述中去寻找这种思想资源。我觉得，李慎之和许良阴两位先生的这个通信呢，就给我们提供了这种非常宝贵的资源。他们探讨的很多问题，在我们今天，我觉得依然是，我们有很多的混淆，很多的不清楚。通过看他们的这个书信集呢，你会发现很多问题可能得到澄清。您能举2个例子吗？比如说这个，李慎之先生，他说自己是个半个新儒家，半个新儒家。对，刚才前面说了，他就是这个，受传统文化那个浸润比较深啊，他有一种士大夫精神，所以在新儒家这种学说出来的时候，他说他是半个新儒家，然后许良阴先生就对这个就很不支持，很反对，他觉得对传统的一切你都要以这种以科学的眼光去批评它啊，就是如果你对传统抱这么一种温情脉脉的这样一种态度，他觉得会影响你对这个传统这种判断。对，他们俩呢就这个新儒家这个讨论来回有可能有4、5封信吧。这个我觉得对于我们今天来看，来怎么来认识中国的这个文化传统，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对，然后就是对民主的源头起源的这个认识。当时是很多人，当时的中国就很多人把民主的起源就是追溯到卢梭，法国启蒙运动。那是这个我看那个信里的就是这个李慎之先生就很高兴的去告诉许良阴先生说，我发现好像不对，这个我们应该更早溯源到这个英国的洛克啊，写政府论的这个洛克。然后许良阴先生那时候许良阴先生已经在写这个民主的历史了嘛，他就把这个民主的这个发展历程，洛克在民主思想的发展里头，他就起到这个重要的作用，他就给李慎之先生这么讲了一遍，就是澄清这么一种起源。因为这个卢梭的思想其实后来是他一部分的就是走向了纳粹，走向了这个导致了尼采这个超人主义，是吧？所以许良阴先生就是这种澄清呢，对当时对现在，我觉得都是很有必要的。我们今天依然有很多的这种对于民主的迷思，从他们那儿能够获得很多的这个思想资源。在之前的我们讨论里头，你也说到，就是现在一个困境嘛，就是之前李慎之先生，一个他本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的创始所长，2他也说过一句话，就是中国的现代化其实就是美国化。而且我们现在其实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我们说的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这又是一个要界定的哈，就是又像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和自由派是什么意思？基本上还是就是反对共产集权，认为中国必须走向民主自由。当然这个过程中有的是改良，有的认为就是最后一定要推翻制度。这个点上有好多人是路径方面有差别，但是整体来说，我说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当时一个对于民主的期待都是看美国看的很多的，所以其实在这个点上，李慎之先生也是因此而有大量的追随者，因为他等于是开了这个门，然后带着大家走到这种美国化的这条路上。所以现在再回头来看这个问题，您觉得有一些时代局限性吗？或者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觉得在中国去看美国的
变化，有的人是忧心忡忡，认为就是美国的民主现在受到威胁了，有些人又认为好像是美国的民主回到了起源了，回到了所谓的就是美国自己的这个保守主义，美国的这种原始的美国 original 的这种初始的美国状态。我想说的是，就是当时李慎之带着大家做的这种对美国的研究和对自由主义的这种探索，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那现在回头去讨论这个事情，我们有一些什么新的认识吗？就他们当时的预见性或者局限性有吗？我觉得我好像还没有一个资格来说他们这个局限性哈。那他们刚开始美国所刚创立的时候，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局呢？就是社科院一开始是有这种意识，就是说我是中国政府的智囊智库，我是来给他们献言献策，给他们来出主意的。那李慎之先生做这个美国所所长呢，他就非常清楚的设定了美国所的目标，就是我们是来研究美国的，我们不是来给任何政府去出主意做当高参的，我们就是把美国作为一个现象来研究。我们的研究呢是不限于政府所关注的那些政治经济那些方面，我们是会涉及到它整个的各个方面。所以这是他给美国所确定的一个方向和范围。我觉得这就是非常好的给美国所开了一个头。所以美国所他后来就是吸收的这个研究人员也都是涉及各个方面，包括他你看经济方面他把毛玉士先生给拉进去了，还有专门研究美国的福利制度的，还有就像资先生后来研究这个美国的慈善制度的，就是各方面的，就是范围非常的广，他真正就做到了把美国作为一个这个一个现象来研究。至于说它的局限，我没有资格说它的局限性，但是我想当时所有的人不光是他们，所有的人对美国其实都有这种迷思。美国就是自由的灯塔，是全世界的民主和自由的领导者。谁也不能预见到有今天这么一个事情，有Trump 的出现。所以怎么说呢？我想李慎之先生如果今天还在世的话，他肯定也会非常吃惊。对，但是对于美国的今天的这种吃惊、这种失望，是不是应该直接走向对民主的失望？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最应该考虑的一个问题。对，美国的这个实践的失败，它并不意味着民主作为一种体制的失败，它只是民主的诸多实践的一种，曾经一直是最成功的。但是今天的这个美国的社会现实，我想也能帮助我们更好的看到民主制度有着什么样的弱点，有着什么样的这个缺口，很容易让人就是一下子把你给摧毁。我觉得我们今天要看看美国是不是能走过这一劫。如果能跨过这一劫，我相信废墟中重生的这个凤凰涅槃的这个新的民主制度将是更加完善、更加有希望的一个民主制度。我还好奇的一个问题是，就是您当时，您看您00几年，其实跟我们当年被李慎之这篇这个风雨仓皇50年感动和震惊的这些激励的这些几代中国人是一样的。其实大家都走过了一个看到中国在讨论这些自由民主，甚至到底是民主化的路径的，还有中国如何融入这种开放自由社会的这个过程讨论，咱们都经历过。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整个中国这个自由派的思想界的一个繁荣发生。
包括其实学术界、出版界、媒体都参与了这个过程。当然，现在您又作为新移民到了美国，我也想听听您就是另一个思考，就是我们在这个个体发生的过程中间，其实这个出版行业经历了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包括您现在为什么要在海外做这个一家出版？您具体想解决的问题，还有您的觉得现在的空间和机会在哪儿？我是2014年移民到美国的。当时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我是坦率的说是对中国失去希望。我觉得看不见希望在哪儿。然后我刚出来那个时候吧，那个时候应该说就是美国的这个中文思想界还是比较荒芜的，可以这么说。不是说没有人，就说这个表达的这个空间，表达的场域非常少。曾经的就是在互联网出来之前，曾经这边我看过一些历史哈。那个时代的这个留学生、海外华人，他们有一些自己的出版社，有自己的杂志，曾经还都做得不错的。但是到2014年那个时候，就是说传统的那些媒体已经就是说失去了这个生存的这个条件，纷纷都是要么已经彻底死掉了，要么就是已经改行干别的了啊。包括你看书店，有的是很多都是卖文具啊，卖些旅游用品啊什么的。就几乎就是硕果仅存了。这是当时的这个情况。出版社当时美国的华文出版社也非常少。我印象当时就说还在做，而且做的还不错的，就是溪流出版社。Hello， 溪流出版社。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出版社，就是那个最近的李南央那本书就他们出的，他们出了很多这类这个传记书，对，做的很不错的。然后呢，还有一些出版社就是纯商业性的，它不是对于内容上没有更多的这个追求，就是纯商业性的。自费出书，你交钱我就给你出，这种有那么几个，也不算多。反正当时整个舆论场给人的感觉就是，很沉闷，你听不到太多的声音。所以我14年来了以后呢，我为什么做这个一家出版？我是觉得我好不容易到了一个我能自由发声的一个地方，我为什么不做呀？我为什么要浪费这个机会啊？是吧？而且做书本身是我喜欢的一件事情，也是比较擅长的一件事情，所以那就做吧。所以我第2年我就把这个一家出版我就注册了，然后到现在也10年了啊，整整10年了。祝贺您，谢谢。做了10年了。是的。我们昨天就是上周末刚举行了一个活动，就是一家出版10周年，还有我新成立了一家人文学社，一个非营利组织，就是专门做活动啊、展览啊，就是想促进这个思想交流对话的这么一个机构。我就做了这个周末刚举行了一个仪式。所以我觉得现在跟10年前局势有很大的不一样。我感觉10年前有点万马齐喑的这么一种感觉，但是现在是众声喧腾。一方面就是说出版社现在中文出版社非常多了。我不知道你知道多少在这个中文出版。您来点一点吧。对。像纽约那个荣建，他们做博登书屋是吧？专门是出这个，主要是出学术类的做的相当好。然后刚才说溪流，
他们也一直在做。然后我们，我主要是这个历史传记、人文、社科，就是我做的范围相对比较广。然后我觉得我做这个出版，就是说我有一种社区的意识，就是我一方面我通过我的出版，我想把一些国内可能出不来的一些优质的一些读物，我把它在美国让它获得这个生存，获得发生的这个机会，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说为海外的华人，就是跟他们一起打造这么一个平台，大家可以在这儿让各种思想、各种声音可以在这儿汇聚，可以在这儿交流碰撞。所以我做的就是相对的范围广一点。然后中文出版这块除了我们还有比如说日本的读道社，也做的相当好，他们做的不多，品种不多，但是质量很高。这个我跟他们现在也开始合作。还有像这个飞地书店是吧？他们也在截屏那边，对，他也在做出版。所以现在的出版你就感觉就相当活跃了。这是当然这个也有几个因素，就是一个是从国内出来的这个文化行业的从业者越来越多，这几年数量大增然后那个我们的读者基础也是大涨，就很多这几年的新移民数量特别大，是吧？而且很多都是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也比较有这个文化素养的人，就说我们读者这个读者的基数在增加。所以这还有一个就是技术上头，这个按需印刷这种技术使得这个小量的这个出版成为可能。因为说实话，就是海外的中文市场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市场。正好我想问您一下呢，就是这个海外的这个出版市场，你们看到的这个市场规模有多大？因为国内随便一说什么畅销书几十万册哈，几百万册，您在海外做书，您一般来说印多少，然后觉得一个书卖多少就是一个畅销书了？我们是这个按需印刷嘛，所以我不会说一下子印一大批。我只能说我这个对我们来说，就是一本书能卖到700-800册、1000册，就算是很不错了，就很不错了。对，你上万根本不要想。就那个严歌苓不是前一阵他出了他的小说《米拉蒂》吗？我不知道他现在销量过万没有。但对于他来说，当然他的这个号召力，他的市场是跟这个思想类的、人文类的书，那肯定不是一个级别的。严歌苓对，因为他前2年在国内说了话以后，然后等于他自己也接受了采访嘛，说他国内的所有的这个出版啊、什么这些订单啊、演讲的机会全停了。他说其实一个很具体的经济损失，所以他和他先生一起做了一个出版他自己书的一个出版社吧。然后他第一个版本的那个小说，我也是第一时间就买了。其实从装订到那个校对都可以改善哈。后来我看他又出了新的版本，好像就好了很多。然后我也看见他去旧金山啊，来纽约啊什么，都做了一个系列的那个book talk。所以您说他已经属于在海外的顶流了，就是顶流了，他也就是卖不到1万册。对，这是我不知道，这是我的猜测，因为他在这个书上市大概2个月以后，他有一次就是接受袁立的采访，在不明白播客，他说当时他的销量是5000册。从那时候到现在也快1年了吧，我想可能也许过万了。这是我的猜测。但是那就一般跟他在国内这个销量根本就无法同日而语。您再讲一下这个按需出版的意思，
因为大家可能在国内的观众就比较熟悉的是所谓出版社出一本书，然后印多少册，就所谓码洋哈。在国内，对，在海外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是所谓按需印刷，就是说，我们没有仓库，我们不需要仓库，就是如果说是有读者下订单，那个订单呢直接就通过我们的那个平台。这我说的平台是一个专门为小出版社服务的一个，它集发行印刷为一身的一个平台。那么我们书出来以后，我们把那个印刷文件就上传到这平台上头。那有订单的话，这个订单直接到这平台，然后到了印刷厂那，印刷厂把这书印出来，就直接就给了读者，就是这样一个按需印刷一个流程。所以我们不需要这个仓库的，也不需要一下子印很多书出来。这就使得我们这种这种边缘出版社有这个生存的可能，这种技术。对，所以就我所知现在除了这个飞地和那个日本的读道社，他们两家还是采取传统印刷的那种方式在做。那其他的我所知道的大部分基本上都是按需印刷。对。这样做的好处和局限性是什么呢？好处就是你刚才说的嘛，就是你不需要库存，你不需要一下子印一大堆书出来，是吧？因为一下子印一大堆书，就是它的好处就是传统印刷就一下子印批量印刷，它的好处是什么？一个是你的成本低，另一个就是你的书的装帧，书的这个你可以使用各种你想要的技术，各种你想要的设计都可以。那我们这个按需印刷，我受平台的限制，平台提供的哪几种，比如说书的大小那开本，比如说你那个封面是不是有那个折口，比如说你是不是封面上头还要加些花纹，压些烫金烫银什么的，就是在按需印刷这都做不到。对，这是它的限制。但它的好处就是你印数再少的书它都可以做。这样而我们做的很多书其实都是这一类的，它有思想价值，有历史价值，有学术价值，但是没有市场价值。所以这个按需印刷就使得这种书的生存有了可能，也就使得我们众多的这种中文出版有了可能。对，您刚才说到现在新移民出来多了，那这个市场会相应的扩大吗？这个是我是这么判断的，我认为应该扩大。然后，到目前为止呢，应该说销量有所增加，但是还没有达到我希望的那个量。当然，这个也有多种因素，就是不光是这个市场本身的因素，它可能也跟出版社本身的这个推广营销手段各方面有关系。所以也到目前为止，反正还没有至少我的出版社还没有这个达到我所期望的那个销量。您期望的是个什么样的体量？我期望的每本书不说到1000吧，每种书能够有个500以上的销量，我就基本上能持平。对，您说的持平是可以承担你所在自己这个出版社所有的成本还有盈利。对，500只能说是持平，就是可能一丁点盈利，可能是。就我们现在出书，就是大部分品种都是作者需要支付一些出版费用的，要不然的话就是没法维持的。对，等于就您刚才提到的这些独立出版社，大家都还需要作者给到承担一些出版的成本啊？大部分都有。对，像飞地和台湾飞地和日本读道社，他
我所知道的他们是没有，因为他们相对好一些，因为毕竟台湾还是中文的主场嘛，是吧？然后日本的这个华人就是比较集中，大部分都在这个大东京区，所以他们相对好做一些。对。那我们做媒体的时候，我们看海外中文市场是有3000万至少的，当然这3000万包括台湾2700万，当然还有人说海外华文市场有3个亿，还有那么多？是啊，当然这是媒体哈，媒体就更虚了这个数字。但要这么说的话，不管是3000万还是3个亿，最后大家就每一本书买几百本，这个现实有点太让人觉得落差太大了。是因为其实你没有那样一个全球的市场。虽然说名义上说是，比如说我们通过亚马逊，你可以，就是它全球现在是13个站点吧，你的都能上架，但是实际上，就说实际上即使是你在他们那儿上架了，你能不能实现销售是另一回事儿。为什么呢？有各个方面，就是说，一个是你得让当地的华人知道有你这本书的存在，就虽然说今天的媒体也已经全球化，你在美国播，可能他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也都能看见，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地域性的，仍然是一些很具体的一些信息，你怎么能到达当地的华人的是吧？到了他们之中，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一些技术层面的问题，就是当地的你按需印刷模式需要就是最好是当地有印刷厂来接你这个订单，而当地印刷厂他会挑啊，你要是这书就没有多少印数，没有多少订数，就那么1本2本，他也懒得做，那钱不赚也罢，是吧？所以经常是在其他国家，你看你亚马逊上有，但是你下单呢，他可能就说要2个月以后才能到，你这个时候很多人就取消了，对吧？或者2个月以后可能你再看，他还是没有，还让你继续等。所以现在这是销的问题，那供的问题其实就是有没有人写。您觉得现在和当时您在中国做出版的时候，这个创作端就是写作的人是更多了还是更少了？还是说大家其实还是愿意写的，只是没人出？我觉得写的人还在写，但是对于出版，就是如果他人在国内，他还会有各种 concern。顾虑哈，对，还会有各种顾虑，就是对他自己今后是吧的职业，对他自己的生活，会对他家人会不会有影响？会有，因为我有个大学同学就是做文革研究的，他做了几十年，到现在一个字没拿出来，但他很谨慎了，也拿到国外出他都不敢。就是这种状况，就是我也问过国内一些老师，就是也是都是有各种各样 concern，就是不敢把东西拿出来出，包括请他们做那个在线的讲座，也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啊，先答应了，然后没法做，只好取消，没办法。您刚才说您那个同学做了几十年的文革研究，然后就没写出东西来，还是没有出版出东西来？不敢拿出来。您说拿出来是拿到海外来出？拿到海外他也不敢。对，拿到中国出版社就肯定就是审查吗？对啊，那没戏。拿到海外出，你说他数不数自己的名字？要数自己的名字，肯定也会给他带来麻烦。他要不数自己的名字，好像你作为学术书，你不数自己的名字，好像也不太对。那除了学术之外的，比如说这种个人史、口述史啊、家族史啊，还有这些非虚构啊，有人在写吗？还是大家先默默在写，都不敢出？这个在写的还蛮多的。
然后这种书呢，应该说大家胆子还大一点，对，就是写出了。最多是可能某些段落稍微删改一下，就说在国外你依然会受到这种审查的这个制约，你依然会有这个意识，怕什么某些段落太过敏感，但是就说好一些可以出，所以我们做这个一家个人史这个系列，一直就是不断的有作者找过来，嗯。所以这也是一个空间了，就至少你不一定每一个都要去分析制度或者分析所谓一下捅到头，但是其实每个人把自己的家族个人的经验说出来，自己的生活说出来，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对抗遗忘和这个审查的方式嘛。没错没错，是的。包括大生，我们现在都有观众找过来，就是说愿意给我讲他们家族的故事。然后我第一个问题问的就是那个，你要完整的自己讲出来呀。他们就会说，我愿意听讲，然后我就会再专门问一下，然后沟通的过程，他们就会问我，薇薇你还回中国吗？我说你为什么要这么问呢？他们就说我要让自己回国其实是底线，我说那你在这底线之上，你要怎么讲呢？然后就还是会返回来，就先讨论第一个问题，就我要回国，所以就是还是有这个审查，自我审查的这个，对吧？可能我估计您面对的是一样的问题吧？是。所以您觉得在这一部分能做什么呢？大家能一起做什么呢？就空间在哪儿呢？给点光明的东西。我觉得有吗？前提是有吗？我不是让您一定给点光明的东西，就是希望和空间在哪儿啊？其实这个是我自己的亲身体会。刚才我就说的，就是现在感觉就是这环境好很多。刚来的时候感觉有点像是荒漠，那现在就是我做出版社，我也做很多这个读书类的活动、文化活动，然后刚开始就在我所在的这个旧金山湾区，我所知道的只有一家，就是中文的读书会。那现在已经可能我能数上名字都已经可能有10家了。对，每周就是各种活动、各种文化活动消息，就是你就觉得都打架，你都不知道该去哪个好。我的问题是，这种文化读书活动有钱赚吗？这都是公益的。那你靠什么生活呢？我刚才说我是出书，大部分是要跟作者收费的嘛。对，就靠这个。您刚才说这些，就湾区都忙不过来的文化读书会，都是大家民间自发的，就是您说的这个读书的社群，是吧？对。那我们看一下美国的英文市场，其实我们也知道，像湾区的那 City Light， 我每次去旧金山一定要去的。我很多年前记得他们就有很频繁的读书会，就是作者在那儿读一本书的一个章节，这样即使见面会又是牵手。在纽约当然就更多了，就是当然这是另一个问题了，就是实体书店也经历了一个行业的调整，可是英文还是有一个很完整很成熟的这种作者写书，书店卖书，然后读书，有公共媒体讨论这么一个生态链。您觉得中文能适度的 copy 和就是借助美国的这种读书文化？美国还是就英文市场，我觉得不是英文了，就是整个这个中文之外的这个成熟的出版市场，还都是有这个读书的这个分众市场的。你觉得能借助大家在各地的这种读书的环境，能把这个海外的自由独立出版做起来吗？我是觉得现在其实已经很有个样子了。刚才咱们主要都是说的这个出版社哈，还有书店，
就我刚来的时候，中文书店就是纷纷都凋零，已经说过几本，可能1、2家。那现在的中文书店就是，你像这个华盛顿 DC 的这个季风是吧？有声有色的这个重新开张了。然后那个我们这边旧金山这边也是，前2年是有很长历史的一个中文书店叫东风书店，关门了，sad。但是呢，现在有一些年轻人在策划一个新的书店，中文书店，对，叫格外，对，就是很让人期待。然后加上这个各种读书会的，就是真的是雨后春笋一样的出来，而且很多就是做的相当不错，所以我就觉得很有希望。对，我觉得这个在国内这个万马齐喑的这种状态下，我们的海外这块现在是非常的生机勃勃。我觉得我们可以更多的就是说，更多的投入，更多的就是说，通过我们的工作来更好的孵化这个环境，然后让国外的这个人文平台让它做得更好。是的，是让人听着很兴奋。我是很喜欢聊书的，我也而且我想打通一部分就是这个英文啊，因为我只能读英文哈，我当然想读法文，想读拉丁文读不出来，想读西班牙文，但至少就是我觉得中英文这个尽量去打通吧，所以我也其实在看这些空间，我们可以继续再讨论。